如果有一个游戏叫你玩，这个游戏赢了就会得到高额的奖金，但是不可以失败，输了就会失去性命。你有可能会玩吗？鱿鱼游戏这是怎样的一个电视剧？这里面的玩家大多数是社会上的普通人，就像平凡生活的你我一样。那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样残酷的游戏呢？假如、如果、要是，这些人当时有第7个游戏项目可以选择，这个项目就是拍 network， 也就是挖拍币。这些玩家的人生结局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吗？会不会变成为了高价值的拍币而发扬人性的光辉呢？拍 network 项目会不会让这些玩家的人生交织出扣人心弦的震撼和无以复加的喜乐？欢迎进入 Paul 的想象世界。最近很火的剧集《鱿鱼游戏》是网飞公司最近刚上线的影片，马上就在各类媒体上掀起讨论的热潮，更勇夺世界多国收视排行榜的冠军。韩剧引金风从亚洲挖到了欧美全世界，到底鱿鱼游戏在红什么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是用一种特别的奇异世界和非常动人的故事，让观众感到回味无穷，激起了心底的涟漪。在鱿鱼游戏里有6个游戏，预计将来应该还会继续再增加。每一位玩家在每一场游戏后都只有通过和死亡2种结果，参赛者会面临到2个难题，赢了可以获得高额奖金，回到真实世界，然后无底翻身，但却会害对手无辜死去。每一位玩家在剧里随时都在面临人性的良善和黑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拍项目成为其中的一个游戏，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所刻画出来的人性，会不会跟鱿鱼游戏相反的结果呢？那么拍 network 游戏大家要怎么玩呢？总共有5点给大家说一下。第一是，玩家必须先透过朋友或者影片来学习一些基本常识，在初步了解后，玩家就要准备在这款手机 App 开始拍币挖矿。至于会遇到哪些问题，请参考这些影片，就会有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是第2点，玩家开始要按步骤安装 App， 可以借着影片来学习安装。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夹带私货一下。我的下载链接和邀请码放在说明栏和第1个留言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使用它。安装过程中，玩家必须要使用邀请码，这时玩家要选择可以跟自己互相配合的推荐人，因为玩家跟推荐人会因为注册后开始挖拍币，彼此2人都会增加相同的算力。目前增加的算力大约是每小时 0.05 拍。玩家若不挖，那么朋友就不能从玩家这边获得额外的挖矿算力。若朋友不挖，玩家也不能从朋友那边获得额外的挖矿算力。所以玩家和朋友是互相合作的关系。第3点是，玩家的安全圈设定必须要满5人以上，这些人选和玩家也必须相互合作。玩家若不挖，朋友也不能从玩家这边获得额外的算力。目前安全圈1人额外的算力是每小时 0.02 拍。朋友若不挖，玩家也不能从朋友那边获得额外的安全圈算力。第4点是，玩家推荐他人，自己可以获得1个拍币，被推荐的人也可以获得1个拍币。同时，玩家和被推荐人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彼此互相帮助。被推荐的人每小时挖拍，玩家也每小时挖拍，这时他们就会相得益彰，相互辉映，相辅相成，珠联璧合。第5点是，玩家也可以加入经营团队，大家彼此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激励，相互鼓舞，这样彼此都会有帮助，也会产生更多的动力去推荐更多的人，这结果会带给玩家很多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进入数学教室算一下。我们现在假设玩家只有1个人，自食其力的在挖矿，没有邀请任何人一起挖矿，那玩家的挖矿算力只能依靠安全圈的设定以及收益团队1人来决定。玩家的挖矿速度如这个表，
从这个表当中，我们会发现，在只有一个人挖矿的情况下，只要安全圈设满5人，玩家挖矿速率每小时就是 0.25 拍。我们把 0.25 拍乘以24小时，玩家每天就可以挖到6个拍币。这样玩家还需要像影片中那样玩鱿鱼游戏吗？然而，玩家还可以推荐朋友参与挖矿，这样每推荐1个人，每个人每小时大约可以增加 0.05 拍。若是有推荐1个人，则玩家的挖矿速率会变成每小时 0.29 拍。若是推荐5个人，挖矿总速率会变成每小时 0.49 拍。若是推荐10个人，则会变成每小时 0.74 拍。所以玩家如果推荐10个人，所以假定这10个人每天24小时都有在挖矿，那么玩家可以每天获得将近18个币。又假定上主网时每个拍币价值只有1美元，这样玩家每天可以获得18美元。若是每个币大约在10美元左右，则玩家每天可以获得180美元。又如果说像大部分人说的那样，价值100美元，这样玩家可能会小发一笔横财了。若是玩家可以推荐100人以上，又会是什么样的景况呢？观众可以想象一下，基于以上5点，无论是从学习、安装、安全圈的设定、推荐他人一起参与挖拍，以及参与经营团队等，都是彼此对等、互相合作的关系，才能够创造共赢的局面。拍项目是一个发挥人性光辉的游戏，是真实而且可以获得实际好处的游戏。多拿鱿鱼游戏来对比一下，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最后，请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拜拜。